小夫果然是欧皇体质，玩个游戏都能赢得盆满钵满。可小夫家来了位不速之客，毫不客气，看着房内的布局就断定这就是我家，真是厚颜无耻，只因为此人失忆了。那何为失忆呢？简单来说就是智囊型左右神经知觉多功能协调障碍解离性漫游症。我知道你们记不住，因为我也记不住。看到同款的尖嘴猴腮，大叔立马上去跟小夫认亲戚，这事儿谁不慌？哪有人愿意认穷亲戚？小夫母子挥舞着拳头，警告大叔再不走就报警。谁知大雄回家的路上又遇大叔，这次大叔要跟神城认亲戚，眼看最后的稻草都没抓住，大叔觉得生无可恋，大雄不忍心放任不管，就把大叔带回了家，一口气造了10碗饭，直逼蓝胖子的干饭记录。老妈热情的招待，让大叔甘愿当个干儿子，这话太伤人了，谁比谁大还不知道呢。带着大叔来到房间，就想先问出个所以然，可大叔得的这是失忆啊，眼看一问三不知，蓝胖子决定放大招，可又觉得那道具太危险，因为这是比蓝胖子还重的记忆锤。人的记忆就好比放进了抽屉里，可以随意打开，而失忆的人则打不开，但只需一锤就能唤醒记忆，但二手道具有概率失败。大叔一听，这是要玩命啊，但又渴望恢复记忆，于是大叔有了个馊主意，要让大雄先当这个小白鼠，我为人人，人人却要害朕。眼看大叔比唐僧还啰嗦，蓝胖子就是小锤40，全息投影出了刚吃过的大餐。第一锤看来是失败了，蓝胖子又是大锤80，就是高空自由落体。这下原因找到了，蓝胖子又接一记重锤，这画面太惊悚了，大叔难不成是穿越了？为了寻求真相，蓝胖子又是一锤，大叔竟然住城堡，身份必定不简单。又来了一锤，大叔竟然在数钱，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，住在城堡里的大土豪。分析的合情合理，毫无漏洞。大叔以重金答谢，让大雄帮忙找家，想找胖虎打听下，毕竟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可这都5个臭皮匠了，也没个结果。大雄只好报了大叔土豪的身份，谁知隔墙有耳，被小夫听到。大叔来到客厅，竟喊颜值担当叫大婶，如此看脸说话的称呼，你就说谁能受得了？大叔被赶出家，这正合了小夫的心意，一套完美的谄媚奉承，直接骗回了家。小夫妈刚要抱走，小夫就报了大叔是土豪的事儿，出门在外皆是亲，俺们可不是为了钱，法国椅子随便坐，想吃啥来您请说，这都是我们的荣幸，最高端的食物配上最上流的服务，只要大叔您开心，咱们都可以认亲戚。同款尖嘴猴腮有木有？大叔拿起大锤，想要给小夫看看自己的财大气粗，可却映出了贫民窟，一定是使用方法不对，可这次绝对是平民没跑了。大叔慌了，他慌了，被赶出家门。大叔还想再抢救一下，可这次更刺激了，传说中的江洋大盗。大叔瞬间本色出演，掏出了手枪，小夫反手就是一锤，这次下手太重，直接把大叔锤成了放映机。小夫都惊呆了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等大雄2人找过来时，小夫家都能当电影院了。那么小伙伴们猜出来大叔的真实身份了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同样是借花献静香，大雄成了众人唾弃的采花大盗，小夫却有静香给他撑腰，就差没直接进去看洗澡了。未来要被改写了吗？与胖虎狭路相逢，任谁都会头皮发麻。不过小夫变脸贼快，刚对上眼就开始商业互吹，每一句都夸进了胖虎心里。来的时候还是一张臭脸，这会儿都快飘上天了。小夫忽悠这种傻孩子还真是有一手，先发制狗的战术也实属厉害，没有什么是一根骨头解决不了的。看见别人种的玫瑰，小夫掏出剪刀，咔嚓剪了一朵下来给静香送去。鲜花配美人这一套，有哪个妹子不吃的呢？连大雄老妈这种中年妇女都被小夫哄得满脸姨妈笑，3言2语就把自己吹成了别人家的孩子，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谁要遭殃了。巧的是大雄还真在用脚玩，一听到老妈说的，他就知道小夫又在给老妈下套了。可老妈却不信其儿子，认为大雄这是在给小夫泼脏水。蓝胖子让大雄稳住心态，等小夫自己露馅。大雄可没那耐心，当即出门要和小夫对峙。被小夫吹到膨胀的胖虎问大雄如何评价自己的新歌，却被大雄强行无视了。胖虎哪受过这种委屈，直接铁拳伺候。被揍到腿软的大雄误打误撞进了狗窝，当场被爆菊。狗主还把他当成了总从院子里抄近路的人。静香看到大雄的时候，他都不成人样了。可听到大雄管小夫叫混蛋，静香的反应显然就是被一朵花给收买了。
大雄气不过，也跑去摘花，结果被抓个正着。真正每天都来偷花的小夫演技立马上线，表面上替大雄认错，实则把锅全都推到了他身上。老实人大雄只能回家抱蓝胖子大腿，蓝胖子让大雄把真心话贴布粘到小夫身上，直接给他打回原形。小夫正演得起劲儿，巴不得让大雄在全班同学面前社死，可下一秒他就口无遮拦了，什么我就霍霍玫瑰了，不服你放狗咬我啊！我烧金炉石喂狗子，你的口粮都喂狗了吗？静香的浴室被小夫给升级成了玫瑰浴，这可不是因为爱情，纯粹只是想抄作业罢了。小夫本想在这张嘴惹出大祸之前躲回家，却偶遇大雄老妈，又忍不住说出了对中年妇女最扎心的那个词，简直惨无人道。没想到胖虎还在前面等着给他唱歌，小夫喷一句也就算了，不光说胖虎唱歌难听，还说他是傻子。接下来他从嘴里发出来的就只能是惨叫了。这回大雄解气了，从被打得不成人样的小夫身上拿回了真心话贴布，回家打游戏。老爸拿上外套就跑去加班了，却意外粘上了贴布。他现在正要去和一个老总谈生意，科长让他千万别说错话。顶着地中海的老总让他俩先品茶，老爸也是一点都不客气。老总倒是不在意，他把这红茶说的是天花乱坠的，还打算大量进货来卖。科长刚喝一口就赶紧跟着吹，老爸却说这跟路边货一个味儿。科长一听就慌了，连忙给老总磕头谢罪。可老总并没有生气，他发现这红茶还真是山寨的，这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。一时间办公室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，窗外的两人也总算松了一口气。蓝胖子这才想起来用取物皮包把粘在老爸屁股上的贴布给拿走了。本来这件事让大雄觉得说真话还是有好处的，可回到家，老妈居然因为听了真话，只能找大雄来泄气了。到底是哪句话太过真实，引起大雄老妈不适了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老爸跑步10公里，好事做了一条街，上能救失足少年，下能抓秃头强盗，充分说明想要成为正义的伙伴，就得先内裤外穿。老爸自己说要天天锻炼，老妈才给他买的运动裤和鞋，可他一共就用了3次。所谓的下雨下雪、头疼脚痒都是借口，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，下次一定。这是跟大雄一个惰性。大雄倒是挺关心老爸的，要是病倒了不能上班，谁给他发零用钱呢？蓝胖子闻言拿出一条强迫运动裤，只要穿上它，不想跑也得跑。大雄立马连哄带骗的让老爸穿上。与此同时，老妈捡到了一个神秘的信封，老爸穿好裤子一看，自己的小金库竟然被发现了。还没等老妈脾气上来，身为妻管严的他已经穿上鞋跑到外面避难去了。这还只是个开始，老爸跑步都不带看路的，一脚踩到恶犬。大雄两人在家里看着老爸被狗追得满大街乱跑，爬到树上去才逃过一劫。刚松一口气，头顶上冒出一堆大马蜂，把他淹没了。老爸不得不又跑了起来，穿上强迫运动裤之后得跑上10公里才能停下。大雄也懒得继续看，直接躺平了。蓝胖子看他这样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想不到吧，还有一条。大雄突然感觉被抓住了命运的脚踝，死活不穿。大雄攻势一转，蓝胖子可是个小短腿，还没裤子长。蓝胖子怒了，非要证明自己也是大长腿，说着就自己套上了。一只老鼠窜了出来，给蓝胖子吓得直接夺窗而逃。蓝胖子顺着下坡路一路狂奔，忽然看到一辆婴儿车冲了下来，身为一名称职的育儿机器人，他扑上去抓住了车，结果栽了个大跟头，又绕到车前面去死死顶住，这才让他停了下来。可是那位老妈是抱着孩子来道谢的，车里面只不过是些商品。更要命的是，小孩手上还有个老鼠玩具。蓝胖子又尖叫着沿着原路冲上了坡。老爸这会儿已经快虚脱了，一眼看到了景德镇瓷器，要不是老爸一个铲滑过去，那就是惨案现场。他终于遇到了同病相怜的蓝胖子，赶紧追了上去。没想到蓝胖子自己也没辙，这裤子就跟紧箍咒一样的。此时胖虎正在打棒球，不知为啥今天手感奇差，每一发都会打偏，害得老爸和蓝胖子在满天飞的棒球中慌忙逃窜。刚放慢脚步，后面又冲过来一大堆花痴妹子，都是跑去问陆木要签名的。老爸被气得成了一拳超人，震下了一大堆吊死鬼粘在身上，两人恶心的拔腿就跑，比马拉松运动员还快，甩掉了虫子，又发现有人要当飞人，两人赶紧以生死时速冲上层层台阶，终于在天台上看到了摇摇欲坠的那个人，两人直接来了个跌罗汉，才发现那居然是个纸片人。
掉下去的两人在墙上跑了起来，在摔下去之前穿过任意门，踩着牛顿的棺材板玩命往前跑，还没缓过来，又路遇警察抓小偷。这强盗嫌他俩碍事，一拳把蓝胖子捶飞了，裤子居然掉了，老爸也赶紧给脱了，扔到光头强盗脸上，帮助警察叔叔成功逮捕了他。可是路人居然在嘲讽他这个见义勇为的英雄，原来老爸现在就只是个裤衩了。他想到这次社死都被大熊所赐，一时间气血上涌，冲回家就开始追着大熊打。看来这强迫运动裤脱来还更好使，让两个人都跑了起来。刚才蓝胖子的任意门也报废了，该不该叫大熊赔呢？